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奥迪 R8， 是强子花了34000美刀买下的。之所以购买的这么便宜，就是因为这是一辆水淹车，车子外观没什么受损的地方，简直就像一辆放置了几个月的新车。唯独最大的问题就是车子的钥匙不翼而飞了。根据资料上显示，这把钥匙是绑在倒车镜下面的，现在只剩下了捆绑的绳子。此时的强子根本打不开车门查看车内的情况，只能从右侧翘起的玻璃简单的看几眼，可没看到具体的情况，强子总是不安心。于是经过了几番查找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棍子，想利用它将车门打开看一眼，可折腾了好一会也没有成功，所以打开车门的问题只能交给专业的锁匠了。毕竟回去还有4个多小时的路程，再耽误下去就不知道几点到家了。还好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预约的锁匠，他利用钩子成功的将车门打开，并且还打开了前面的机盖，给车子连上了电源。等到家时天已经大亮了，强子将拖车上的车子卸了下来。此刻的他还在为能买到这么好的一台车而兴奋不已，迫不及待地等着锁匠把配好的钥匙送来。根据强子的介绍，之所以他买下这个泡过水的车，是因为前几天强子冒着风险6000美金买下了一辆9x9新的宝马435水淹车，车子只行驶了1万英里，花了1000多美金就将其修复好，并且还将车子卖出了2万美金的高价。这样高额的利润让强子尝到了甜头，所以在这辆泡水的奥迪 R8 出现时，就果断地将其拍了下来。而这辆奥迪 R8 的里程比宝马的还要少，只跑了5000多英里。如果强子能将车子成功修复，那么就是强子有史以来捡到最大的便宜。可经过强子的细心检测后发现，有点不像5000多英里该有的样子。车子各处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磨损，甚至一侧的车门有被重新缝过的痕迹。强子此时怀疑车子有可能被调过表，所以他使用了各种方法，终于联系到了车主的妻子。根据他的介绍，强子也了解到了车子事故的原因。由于飓风伊恩的袭击，使得当地的情况非常恶劣，这辆奥迪 R8 也没有逃过被淹的噩耗，所以车主就因为车子被水泡过就不要了。根据车主提供的资料显示，确实是5000多英里，而且当时也配备了2把钥匙，一个绑在了倒车镜下，另一个却不知所终。所以强子只有等待锁匠能给他带来好消息。他在等待锁匠的同时，细心检查了一下车子的情况，车子各处的电子线路都很干燥，不像是被淹过的样子，每根保险丝都完好无损。它似乎就是一辆完全干燥的车子，车子没有被淹的痕迹，为啥会被当水淹车出售呢？正当他对此十分不解时，等待已久的锁匠终于赶了过来。他首先要把钥匙重新编程，然后从集群中找到相关的数据，破解系统中的防盗系统。师傅经过了长时间的尝试，来来回回的过来了4次，每次都超过了3个多小时，可依然没有成功，这让强子失去了所有的希望，之前的兴奋也都荡然无存。难道这就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吗？强子联系了很多这方面的朋友，也没找到有效的办法，但强子还没有放弃，他想找到之前车主说的第2把钥匙，但经过了一番搜寻后，钥匙没有找到。可他却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车子带的千斤顶竟然生锈了，这就是这辆车被水淹过的痕迹。根据上面的水线就能推测出车子当时被淹的程度，似乎也没有被淹得很严重。这个消息让失落的强子重新燃起了热火，他将被水淹过的线路拆了下来，用打磨机将上面的锈蚀全打磨掉，这样能有效地防止短路的情况。于是强子准备用未编程的钥匙尝试一下启动，没想到竟然有启动的迹象，这让强子失落的心又一次燃烧了起来。他没想到发动机竟然这么好，这让强子十分的开心，迫不及待地找来锁匠进行查看。这是他来的第5次了，可没想到经过锁匠的一番检测后，车子再次回到了原点，与车子的通讯依然无法连接，这让强子大起大落的心真的无法承受。就算是启动了车子，但强子还是无法编写密钥，扫描器上依然存在着15个故障代码。此时的强子真的感到无助，真的就想就此放弃，可他知道这样是无济于事的，所以他就下狠心购买了一堆的零件，里面有网关，还有整合的 ECU， 还有整个点火器等所有集群的零件，希望这样能彻底解决通讯故障的问题。可是这时惊喜的事就又发生，锁匠师傅经过了彻夜的摸索和研究，再来第6次时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师傅只花了40美金换了一个网关模块，就成功的连接上了数据，这样就能重新编写密钥了。此时车子上的保险标识已经不见，再次启动车子时终于成功了，车子的声音听起来也很健康。这次的修复真的是不容易，锁匠来了6次才真正的修好。现在强子的内心真的是无以言表，在高兴之余还给师傅多加了小费，也许是上天给强子开了一个超大的玩笑。极度心情好的他决定给车子做个大保健，可没想到竟然犯下了天大的错误。当车子再次启动时，车子的尾气竟然冒起了浓浓的白烟，这是因为强子在换机油时将机油灌得太满了，所以导致现在一发动车子就会冒出大量的烟雾，使得车库不一会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为了不让邻居们受到影响，强子只有将车子开出去放烟，这可真是一个小失误带来的大麻烦。还好车子的状态非常好，也没有发动机过热的现象。等强子回来时，车子已经正常了，尾气也没有再冒出白烟的情况。强子对车子做了一些简单的清洗，将上面的污渍都一一的清理掉，接着就把车子开了出去试车。在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测试中，车子也没有什么故障，这个结果让强子笑得合不拢嘴。虽然这次的修复是一波3折，但其中的利润还是很大的。那么这时问题来了，像这样一辆水淹车，你敢尝试购买吗？说出您心中的想法。